各位中文学习者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普通话播客，我是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。玛丽，今天咱们聊什么话题？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中国人和西方人吃饭的文化差异。这个话题好。我最近刚去了一家西餐厅，发现真的很不一样。是吧？其实吃饭这件事虽然每个人每天都要做，但是不同国家的人吃饭的方式、习惯、礼仪都很不一样。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人和西方人吃饭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好的，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说起，吃饭用的工具。说到吃饭的工具，中国人用筷子，西方人用刀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用筷子和用刀叉，其实反映了不同的饮食文化。中国人用筷子是因为中国菜在做的时候，厨师已经把食物切好了，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只需要用筷子夹起来就可以了。这倒是。中国菜上桌的时候都是一块一块的，或者一片一片的，很方便夹。西餐上桌的时候，比如牛排是一大块，所以需要用刀切，用叉子插起来吃。所以西方人的餐桌上有刀子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没错，不过用筷子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。我有一个外国朋友，他学了1年才会用筷子。用筷子需要练习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，用刀叉也不简单。我第一次去西餐厅的时候，看到桌上有3、4把叉子，2、3把刀子，我完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。是的，西餐的礼仪很复杂，不同的菜要用不同的刀叉，太复杂了，不像中国2根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工具不同，背后的文化也不同。说完工具，我们再说说吃饭的方式。中国人和西方人吃饭的方式也很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差异特别大。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会点很多菜放在桌子中间，每个人用自己的筷子夹菜吃。但是西方人不一样，西餐是分餐制，每个人点自己的菜，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，不会和别人分享。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中国人觉得一起吃饭，一起分享食物是一种亲密的表现。而且中国人还喜欢夹菜给别人，尤其是长辈，他们特别喜欢给年轻人夹菜，表示关心。我妈妈就是这样，每次吃饭，她都给我夹很多菜，我都说够了够了，她还在夹。这就是中国式的爱。但是西方人可能不太习惯这样，文化不同，想法也不同。对，不过现在中国也开始提倡公筷公勺，用公筷夹菜，这样比较卫生。玛丽，我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吃饭的时候，气氛也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很热闹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，有说有笑。对呀，很多人觉得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更重要的是社交。吃饭是一个增进感情的机会，所以中国人吃饭的时候，餐厅里总是很吵，很热闹。相对而言，西方人吃饭的时候比较安静，他们觉得吃饭的时候不应该太大声说话，这样不礼貌。西方的餐厅通常都比较安静，大家小声说话。同样是吃饭，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规矩。说到吃饭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谁付钱？
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方面也很不一样。中国人吃饭的时候，通常是一个人请客，一个人付所有的钱，而且中国人还会抢着付钱。没错，吃完饭以后，大家都去收银台，都想付钱。就像这样。我来。不行，今天我请。就是这样。有时候为了抢着付钱，大家还会吵起来。对，我就见过2个朋友为了付钱，差点打起来。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确实是这样。中国人觉得请别人吃饭是一种面子，也是表达友好的方式。没错，如果你请我吃饭，下次我就要请你，这叫礼尚往来。对，但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不是这样，可能喜欢 AA 制，就是每个人付自己的那一份，这样好像更公平。是的，有些人觉得 AA 制比较独立，也不会给别人压力。在中国，现在很多人吃饭也是 AA 制，文化也在慢慢变化。周洋，我们再说说上菜的顺序。中餐和西餐的上菜顺序也很不一样。这个我知道，中餐会先上冷菜，然后热菜一道一道的上，最后是汤和主食。所有的菜都放在桌上，大家一起吃。但是西餐不一样，西餐是一道一道上的，先上前菜，然后是汤，然后是主菜，最后是甜点。每吃完一道，服务员才会上下一道。所以西餐吃起来比较慢，一顿西餐可能要吃2个3个小时，但是很优雅。对，西餐讲究慢慢享受，中餐就比较快，大家一起吃，很热闹。中国人吃饭讲究团圆，所以大家一起吃才有气氛。没错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特别温馨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，重视家庭和集体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再聊聊餐桌礼仪。中国和西方的餐桌礼仪也有很多不同。对，比如在中国，长辈先动筷子，晚辈才能开始吃，这是尊重长辈的表现。而且吃饭的时候，要把好吃的菜转到长辈面前，这叫敬老。还有，中国人吃饭的时候，筷子不能插在米饭里，因为把筷子插在米饭里，看起来像上香，很不吉利，这是大忌。还有，不能用筷子敲碗，这也不礼貌。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礼仪。同样的，西方的餐桌礼仪也很多，比如吃饭的时候，要把餐巾放在腿上，不能围在脖子上。还有，吃饭的时候，不能把手肘放在桌上。吃饭的时候要闭着嘴巴，不能发出声音。这个我们前面说过。还有一个有趣的，就是刀叉的摆放。如果你还没吃完，要把刀叉摆成8字形。如果你吃完了，要把刀叉并排放在盘子上，这样服务员就知道你是否吃完了。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流，很有意思。玛丽，我们再说说甜点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甜点的态度也不一样。西方人特别喜欢甜点，几乎每顿饭都有甜点。对，像蛋糕、冰淇淋、布丁，各种各样的甜点。而且西餐的最后一道就是甜点。对，吃完主菜以后，一定要吃甜点。但是中国人不太一样，中国菜里甜点比较少。中餐通常是用水果代替甜点，吃完饭以后上一盘水果，西瓜、葡
葡萄、苹果什么的。中国人觉得饭后吃水果比较好消化。水果和蛋糕都很好吃啊，这就是不同的文化差异了。然后我们说说饮料。中国人似乎更爱喝茶，西方人更爱喝咖啡。对，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中国人一天到晚都在喝茶，早上喝茶，吃饭的时候喝茶，吃完饭还要喝茶。而且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茶，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普洱茶。对，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和功效。中国人觉得喝茶很健康，可以养生，而且喝茶也是一种享受，慢慢品味。而在西方国家，人们可能更喜欢咖啡，他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咖啡。确实，咖啡因可以提神，而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咖啡，浓缩咖啡、拿铁、卡布奇诺，就像中国的茶一样，种类很多。不过，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了，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喝咖啡，城市里也到处都是咖啡店。文化在互相影响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西方吃饭文化的差异。虽然中国和西方的饮食文化有很多不同，但是没有好坏之分。对，只是不同而已。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点和魅力。了解不同的文化，可以让我们更加包容和开放。了解不同的饮食文化，也可以让我们在旅行或者交朋友的时候更加自信和从容。说得好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西方的饮食文化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